今天俊谷是来到了四川阿坝州的茂县，这里是中国古枪城。刚进来就看到有表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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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去！加油！加油！加油！师傅你好，请问这个是什么活动啊？这叫推杆。推杆。推杆。哎，对，这叫推杆。哦，叫推杆哦。对。它这样子就是谁推过去了就赢了。对。哦。这面推，这面赢。哦。这面的话，这面输了。哦，叫推杆。推杆。三个加油！三个！1、2、3、4、加油！不要跑噻，不要拖起跑噻！999，你不要拖起跑噻！师傅，这个是叫做扭杆吗？哦，扭杆。哦，扭杆，我没猜错。看了广场上的活动，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这条梯子是叫做云梯圣火。在护栏上是有很多原始部落的雕刻。这鸽子不怕人。中国古枪城这个景点是4A 级的景点，它的面积有25万平方米。古枪城门是中国古枪城的标志性建筑，它的建筑风格是将碉楼、廊道、民居有机结合起来，布局合理，造型雄奇，是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精品之一。这座大门的寓意非常深远，是让人们呼唤远古，体验王权，体味庄严，享受尊贵，感受隆重，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吉祥之门。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哦，这座建筑呢是新建的，但是呢，它也是把羌族的建筑特色给保留下来啊，这些呢都是片石。跟它原生态的羌族建筑用的是一样的材料。进入这座大门之后我们就来到了土司官寨了，也就是羌王府。要了解羌王，就要先了解土司制度。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古代都是由当地的土司来管理的。土司是一方诸侯，是辖区内的最高统治者和世袭领主，手握生杀大权，掌管辖区内的一切事务。但土司也给土社、总管、头人分封一些土地、林地、草场，叫做封地。但是呢，他们只能使用而无权处置，只有土司才可以随意处置封地和财产。辖区内的羌民叫做司民或者土民，必须要向土司缴纳银两，才能够领取土地耕种，这个叫做秦岭分地。同时，按照土司规定和本土约定俗成，凡司民杀猪宰羊时，都要将最精华的部位进献给土司；庄稼蔬菜收成的时候，都要首先送亲孝敬土司。土司出巡的时候司民还需要向他送礼。土司修房造屋、婚丧嫁娶皆有赋税，司民有结婚生子的也要向土司进贡。总之，土司就是一方的土皇帝，辖区之内的一切都是他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1000多年。这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如此残酷的社会制度，为什么可以持续1000多年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统治阶级始终掌握着宣传机器，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统治思想的文学作品、书籍，甚至是一些人，通通都清理掉。在古代，人一生下来就被告知你是司民，你世世代代都是司民，你就得给我进贡，你不能有非分的想法，因为这些人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接触不到其他思想，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也就难以产生反抗的思想了。
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独立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走进羌王府之后，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议事厅，看见几个扮成羌王和手下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给大家表演当年羌王开会的场景。这里是公堂，是土司执法、审理各种刑事案件的地方。这是钱庄，金银货币充换变换的地方。羌族人的钱庄同时具有典当的功能，亦可以物易物，典当各种名贵药材和珍贵的毛皮。这个房间就是土司的卧室了。整个布局高雅华贵，同样是土司展示王权的地方。这里是堂屋，是土司家族聚会生活的场所，也是接待亲朋好友的地方。堂屋正中的中柱神极为神圣，是房屋的中流砥柱，保留着古羌木兰文化和帐篷文化的遗风。堂屋内的角角神是祭祖祈福的地方。堂屋的中间还有一个火塘，全家人可以围着火塘烤火聊天。在这墙角下，我还发现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叫做臼，主要就是用来做洋芋糍粑的。将煮熟冷却后的洋芋放到臼中，用木锤捣成粘稠团就可以食用了。制作好的洋芋糍粑就是本地特色食物了。我到过很多少数民族的古村寨，每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的爱情神话传说。羌族远古传说人神共居，天和地离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座九鼎山，山上是天宫，山下是凡间。前面这尊雕塑叫做千年恩爱，描述的是天神穆比塔最美丽的小女穆吉珠，因为厌倦天庭的生活，不顾山神巴巴西的劝阻，来到山下龙池边和斗安珠相会的爱情故事。这个景点人不多坐观光车呢就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祭台，中间呢是一个火把，但是呢是人为修建出来的，中间还是空心的，有一盏灯。这上面呢是有好几栋碉楼，我们上去上面看一下。往这边过去就是李元昊大殿，还有炎帝殿、大禹殿。我觉得中国古羌寨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这些建筑它外部都是呈现出一个梯形的状态。从外面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梯形的，但是呢，在里面呢，它却是直的。而且他们用的建筑材料都是这种片石。这座就是李元昊纪念大殿。李元昊是党项族的，他是西夏国的开国皇帝。那么党项族跟羌族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党项族也是羌族的其中一支。这一座就是大禹纪念大殿了。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的工具，这些摆设都是用木头做的。后面这座呢就是炎帝殿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炎帝，你们就是在这里看管这3个大殿对吧？这里原来就是一座古城。地震就是08年的地震嘛。以后是春江嘛。当时震坏了，震坏了。高山，像原来这些居民，多半居民从山上，
下来。 08年那个时候汶川地震啊，哎，这个地方茂县影响大不大？影响大，很大，是30多公里的。 30多公里。哎，就是北川这个链子放过去就是，汶县就只有一个县城，县城过了就是北川。土地的一过去。那当时茂县会不会有很多建筑啊都倒塌了？倒塌了啊！倒塌。你看到这些都是新建的。 都是新建的，都是新建的，长到带红色的都是民居。大叔，您贵姓啊？姓王。姓王。哎，三横一竖的那个王。哎，对对对。哦，大叔，我看您的长相哦，有点像外国人。我看您的鼻子啊，好挺呢。你们祖祖辈辈都是羌族。都羌族啊。就看起来有点像新疆人的那种。 形象这羌族有些，以前基本上都是这种形象。哦，都是这种形象。眼眶深，眼眶深，这个凸出来，鼻子高，鼻子很高。您的鼻子特高。还有那个都留长头发嘛。哦。有些。啊，对。现在民族杂许多了嘛。对。杂许多了。刚刚跟王大叔交流啊，才得知到啊，这里原来呢确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城，只是在08年地震的时候啊，很多古迹呢都被震塌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建筑啊，都是在08年之后啊重新修建的，并且呢扩大了规模。